一桩精心策划的惊天骗局，让神级女骗子米安娜不得不冒死假扮失踪的公爵继承人。可当她成功混入公爵府后，却发现这里还藏着一个可怕的怪物。一位贵族终于拿到了心仪的画作，这就是传说中的名画。拿蜡烛的少女，她用放大镜仔细端详，对细腻的笔触赞叹不已，甚至觉得画中人的眼睛在对自己说话，直呼这是神圣的艺术品。然而，在房间的另一边，送来画作的男子只是静静看着他，并慢条斯理地点燃了雪茄。威尔吐出一口烟雾，表示这幅画历任主人都大有来头，自己也是费了很大功夫才弄到手。贵族听后连忙解释，自己只是因为见到神作太激动，才一时失态。威尔表示理解这种心情，贵族当即决定买下这幅画，并把装满报酬的皮箱交给了威尔，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合作。威尔礼貌地收下皮箱，随后戴上礼帽，拎着巨额报酬消失在繁华的街头。威尔走在街上，注意到布告栏上贴满了告示，其中一张通缉令格外醒目，上面警告大家警惕最近频发的金融诈骗。这个骗子不仅能随意改变外貌和声音，还接连让许多名流贵族上当受骗。威尔见状微微一笑，顺手将通缉令撕了下来。可当他仔细端详时，却对这幅画产生了疑惑。威尔看着通缉令上的画像，忍不住吐槽画得太丑。真正的威尔来到贵族家门前，贵族开门见到威尔，十分诧异，以为他是折返回来，还兴奋地展示着刚买下的画作。威尔却一头雾水，为自己的迟到道了歉，并当场揭开了红布。看着威尔手中一模一样的画作，贵族彻底傻了眼。贵族震惊之下，手里的画直接滑落，重重摔在地上，砸得粉碎。与此同时，那个假扮威尔的骗子正在撕下脖子上的伪装，随着面具被揭开，露出了他的真面目米安娜。在他眼里，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品只有金钱。米安娜理了理头发，换停路边的马车，准备前往圣特拉尼亚大教堂。米安娜看着手里的通缉令，微微一笑，顺手将它扔出了车窗。随着通缉令飘落在地，马车也抵达了圣特拉尼亚大教堂。此时，在庄严的大教堂里，神父霍华德正一边抚摸着黑猫，一边夸赞米安娜的手艺是越来越精湛了。看着整箱金币，米安娜直接提出这次任务办得完美，自己得拿更高的分成。在民众眼里，霍华德神父慈爱又明智，在教会内部极具威望，更是收养米安娜的养父。但实际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幕后操盘的接头人，专门负责接收诈骗委托，再派发给骗子指挥行动。霍华德合上装满金币的箱子，顺口提起刚接到的高薪委托，这次需要米安娜去假扮一个人，目标是15年前在火灾中失踪的女孩，也就是埃兹维特大公的掌上明珠，家族继承人希拉。埃兹维特，米安娜不仅要以希拉的身份回到家族，还得暗中调查当年火灾的真相，查清他父母的真正死因。听到埃兹维特大公的名字，米安娜顿时愣在原地，心里大喊不妙。米安娜立刻反应过来，这次要假扮的对象竟然是查尔斯，埃兹维特的孙女，而查尔斯的亲妹妹正是当今的女皇陛下。这背景大得吓人，让米安娜觉得任务过于棘手。霍华德却一边逗着猫，一边微笑着反问他是不是想拒绝这次委托。面对养父的施压，米安娜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她心里很清楚，这种欺君大罪一旦败露，自己绝对会人头落地。霍华德一边放下猫，一边微笑着提醒米安娜，他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作为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选择。面对养父赤裸裸的威胁，米安娜表面上只能妥协，心里却把对方骂了个狗血淋头。她暗暗发誓，只要这次任务一结束，自己就立刻远走高飞，出国避难。米安娜深吸一口气，微笑着询问霍华德该从哪里开始。霍华德让他记好接下来的每一句话，开始交代假扮希拉的细节。与此同时，在埃兹维特大公的府邸里，大公的继室帕尼斯正愤怒地拍着桌子，他根本无法接受失踪多年的希拉突然出现，更质疑这个继承人的真实身份。女仆在一旁小声解释，那个女孩不仅记得很多童年往事，脖子后面还有一模一样的新型胎记，这件私密的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得知消息的大公查尔斯更是喜出望外，已经在信中表示会尽快赶回来。帕尼斯听完却一脸不屑，甚至自作多情地以为丈夫急着赶路是为了回来见她。可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声祖母的呼唤，这让注重美貌的帕尼斯瞬间破防。一想到自己要被叫祖母，她气得当场抓狂尖叫起来。米安娜提着裙摆优雅走近，装出一副无辜乖巧的样子，称呼帕尼斯为祖母，问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火。这话彻底刺中了帕尼斯的痛点，他猛地站起身怒斥，警告米安娜，就算得到了大公的承认，也别想充当家族的贵族小姐。在他眼里，这种突然跑来认亲的人，全都是觊觎家族财产的猎狗。还没等米安娜辩解，帕尼斯就直接上手拉开她的后领，准备亲自验证那个新型胎记。帕尼斯看着米安娜的后颈，发现上面确实有那个新型胎记，而且没有任何伪造的痕迹，这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只是米安娜提前做好的准备，他在心里暗自庆幸，那个纹身师的手艺足够以假乱真。这时管家急匆匆跑来汇报，说大公的军队已经提前1天返回。帕尼斯一听，顿时喜笑颜开，立刻吩咐仆人准备马车去迎接。米安娜见状也赶紧跟了上去，拉着帕尼斯撒娇，要求带自己一起去见大公。帕尼斯根本不理会米安娜的撒娇，直接一把将她推开，表示要自己亲自去迎接丈夫。可还没等她出门，男仆就吞吞吐吐的汇报了一个新消息，说大公这次回来还把那个怪物也一起带了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帕尼斯的脸色瞬间变了，追问是不是那个野孩子。一旁的女仆更是吓得捂住了嘴。米安娜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他们口中的野孩子是谁。而帕尼斯已经气得浑身发抖，想不通丈夫为什么要带那种人回来。大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城堡大门，骑马走在最前方的正是被众人忌惮的亚瑟。突然出现的亚瑟让米安娜心里彻底慌了，在她拿到的剧情剧本里，压根就没提到过这个野孩子。查尔斯大公骑着白马率军进城，城里的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欢呼，庆祝消灭野兽的战争终于结束，士兵们也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作为帝国军队的指挥官，查尔斯在欢呼声中走下马背。帕尼斯提着裙摆一路小跑过来，满脸兴奋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帕尼斯激动地扑进查尔斯怀里，查尔斯心疼地抱住妻子，直言这3年让他受委屈了。查尔斯捧起妻子的脸，关切地询问她的肺病有没有加重。帕尼斯也顺势撒娇，声称自己因为担心丈夫瘦了1圈。就在两人温存时，米安娜在后面拼命装可爱，试图引起查尔斯的注意。查尔斯听到动静转过身，面色凝重地朝米安娜走来。面对大公强大的气场，米安娜紧张得直冒冷汗，只能硬着头皮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祖父。查尔斯面色凝重地按住米安娜的肩膀，米安娜紧张的心跳加速，以为自己的伪装被识破了，没想到查尔斯突然红了眼眶，颤抖着询问眼前的人是不是希拉。看着眼前的少女，查尔斯脑海中浮现出孙女小时候的模样，那个总是黏着他，甜甜的喊着祖父的小女孩。查尔斯激动地握住米安娜的手，心疼孙女这些年受尽了委屈。一旁的帕尼斯却看不下去了，冷着脸打断两人的重逢，催促查尔斯赶紧回家，别让他在风里挨冻。米安娜顺从地附和着帕尼斯，笑着提议大家先回家，暗中则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准备迎接接下来的豪门生活。查尔斯却在这时叫住了他，并朝着人群大声呼唤亚瑟，想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他。在众人的注视下，亚瑟缓缓从队伍中走了出来。米安娜打量着眼前的少年，心想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个怪物，体型确实比想象中还要高大。围观的仆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私下议论亚瑟是被狼养大的野孩子，甚至传言他生吃活肉，警告大家千万不要靠近他。这些刺耳的闲言碎语全被听觉敏锐的亚瑟听在耳里，他极力克制着情绪，双手紧握成拳，但周围的指指点点并没有停止。亚瑟终于忍无可忍，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眼神也变得无比凶狠。这一下彻底吓坏了旁观的众人，大家纷纷往后退去，私下抱怨他果然是个野蛮的怪物，连带着旁边的士兵家属也面露惧色。事情还要从军营里猎物频繁失踪说起，起初大家都以为是附近的野兽偷走了食物，直到一天夜里，巡逻的士兵发现了异常，顺着动静一路搜寻过去，却在角落里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正趴在地上生吃着猎物。士兵举起火把照亮少年的脸，看着对方满嘴鲜血和凶狠的眼神，吓得当场惊呼遇到了怪物。目睹了亚瑟野兽般的行为后，军营里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大家都说他是被狼群养大的野孩子，因为跟狼群走散才误打误撞闯进军营。虽然他行为怪异，甚至大冬天光着脚，但士兵们很快发现，只要给他足够的肉吃，他在战场上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时间一长，士兵们对他的恐惧逐渐变成了嫌弃，只把他当成一个没开化的野蛮人，甚至私下嘲笑他是个什么都吃的杂食动物。然而在一片嫌弃声中，只有大公查尔斯看出了他的不同。大公不仅赏识他作为猎人的敏锐天赋，更看重了他作为战略家的卓越才能。大公的眼光确实没错，亚瑟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救了濒临溃败的军队，还救了大公的性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大公用自己战死弟弟的名字赐予他，并亲自册封他为骑士，希望他成为高尚勇敢的人。听完士兵家属讲完这段传奇往事，米安娜虽然觉得故事很戏剧化，但她根本没把这个野孩子放在心上，反正自己拿到钱就会离开，以后和他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大公查尔斯当众宣布，从今天起亚瑟将住进大公府，并且让大家把他当成家人对待。这决定让帕尼斯当场气炸，坚决拒绝和这个野蛮人同住。面对妻子的强烈反对，查尔斯立刻出言制止，并解释亚瑟虽然不善言辞，但其实能听懂大家说的一切。然而周围的人依然充满戒备，担心这个野兽般的少年会伤到孩子。在众人的窃窃私语和排斥中，亚瑟只是沉默地站在阴影里。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人群里突然飞出一个苹果，径直砸在了亚瑟身上。受到刺激的亚瑟瞬间眼神一变，发出了狂暴的野兽咆哮。突如其来的巨变吓坏了所有人，周围的民众尖叫着四散逃跑，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扔苹果的其实是个小孩子，他委屈地解释自己只是以为亚瑟和家里的狗一样会喜欢吃苹果，但此时亚瑟已经彻底失控，直接拔剑砍向身边的随从。查尔斯见状赶紧上前按住他，大声喝止这里并没有敌人。听到大公的声音，亚瑟的动作微微一顿，但他身上爆发的蛮力还是将查尔斯直接震飞了出去，吓得远处的帕尼斯大声惊呼。此时的亚瑟已经彻底失去理智，浑身散发着危险的黑气。士兵们推测他是第一次进城，被人群围观导致极度恐慌，只能大声呼喊让大家赶紧逃命。在混乱的人群中，米安娜看着失控的亚瑟，突然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她拉住身旁的士兵，借来了一把燃烧的火把。米安娜高高举起火把，对着暴走的亚瑟大声呼喊：
听到声音的亚瑟缓缓转过头看向了他，盯着米安娜手中的火把。亚瑟瞬间露出了恐惧的神色，他下意识用手臂挡住脸，连连后退。查尔斯见状立刻反应过来，原来亚瑟非常怕火。米安娜见状举起火把，步步紧逼，大声喝退亚瑟。亚瑟被逼得不断后退，最后直接摔倒在地上。此时的亚瑟彻底失去了刚才的狂暴，他缩在地上发出委屈的呜咽，只能警惕地盯着眼前的火光。看着亚瑟被火把制服，查尔斯大公在心里默默为孙女鼓劲，但眼看米安娜还要继续靠近，大公吓得赶紧出声阻止。米安娜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主动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亚瑟的脸颊，试图安抚他紧张的情绪。在米安娜的安抚下，亚瑟缓缓抬头，露出了隐藏在发丝下的俊俏面容。这超高的颜值让米安娜直接看呆了。米安娜看着眼前的少年，心想这家伙长得还挺帅，不过仔细一看，他脸上全是泥土和污垢，仿佛这辈子都没洗过脸。看着龇牙咧嘴的亚瑟，米安娜倒是一点也不害怕，觉得他就像一只虚张声势的恶犬，根本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就在两人僵持时，米安娜注意到了亚瑟脖子上的兽牙项链，她惊讶地看着上面的兽牙。米安娜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亚瑟的眼神变得无比阴鸷，整个人散发着恐怖的黑气，仿佛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人。米安娜被这架势吓得直冒冷汗，只能强撑着挤出微笑，尴尬地夸赞他长得真好看，甚至还大着胆子伸手想去碰他，结果手还没碰到，亚瑟就猛地一口咬住他的手臂，疼得米安娜当场惨叫。看着手臂上溅到的血迹，她终于意识到这家伙讨厌自己。夜幕降临，众人回到了大公府。米安娜看着手臂上被咬的伤口，疼得直哈气。她偷偷瞄向一旁的亚瑟，发现对方正阴沉着脸，吓得她赶紧移开视线。查尔斯大公心疼地跑过来，捧着米安娜的手嘘寒问暖，甚至还要帮她吹吹伤口。米安娜尴尬地表示并无大碍，查尔斯这才小心翼翼地帮她涂药。查尔斯帮米安那包扎好伤口，叮嘱她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米安娜看着缠满绷带的手臂，心里却在犯嘀咕：被野孩子咬了，是不是得打狂犬疫苗？而罪魁祸首亚瑟此时正顶着黑眼圈在一旁生闷气。查尔斯转头向管家询问妻子的状况，得知帕妮斯因为头疼已经回房休息，查尔斯便吩咐厨房准备晚饭，让妻子好好休息。随后他又看向一旁的仆人们，叮嘱他们照顾好新来的2位客人。查尔斯大公微笑着吩咐仆人们去帮亚瑟洗澡并换身衣服。仆人们一听吓得脸色惨白，求大公别说的这么轻巧，在他们眼里亚瑟就是个会吃人的怪物。虽然心里100个不愿意，但仆人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一旁的米安娜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默默在心里为他们祈祷，担心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20分钟后，仆人们狼狈不堪地回来复命，只见他们衣服被扯得稀烂，脸上挂着彩，浑身还湿漉漉的，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恶战。仆人无奈地向大公解释，亚瑟极度抗拒洗澡，直接发狂，把周围能砸的东西全砸了。看着仆人们这副惨状，查尔斯和米安娜也只能尴尬地愣在原地。听完仆人们的诉苦，查尔斯大公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决定亲自去帮亚瑟洗澡。米安娜见状赶紧上前拉住他，劝他不要去冒这个险。查尔斯却自信地握住米安娜的手，表示亚瑟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对他动手。米安娜也只能无奈地由他去了。查尔斯自信满满的进去，结果也惨遭打倒。米安娜在一旁一脸无奈，她决定亲自过去看看，偷偷推开浴室门，只见浴室里满地都是倒翻的泡沫，亚瑟缩在角落里，正安静地吹着泡泡，模样看起来温顺了不少。米安娜看着独自玩泡泡的亚瑟，心想他是在自娱自乐吗？接着他注意到亚瑟身旁倒着的瓶子，里面的液体已经被喝掉了一半。米安娜顿时有些担心，那东西喝下去真的没事吗？她正准备走上前去查看，走廊里突然传来女仆呼唤的声音。米安娜听到动静，立刻转过头去。为了不让女仆发现浴室的异样，米安娜随便找了个借口把她支开。等女仆离开后，米安娜抱着准备好的衣物，再次悄悄溜回了浴室。可细微的动静还是惊动了亚瑟，他警惕地竖起耳朵，猛地回头死死盯着米安娜。米安娜吓得赶紧停下脚步，连声解释自己并没有恶意。见亚瑟没有直接发动攻击，米安娜这才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朝他走了过去。看着走近的米安娜，亚瑟警惕地亮出尖锐的爪子。米安娜见状停下脚步，提起他刚才在外面失控时不小心抓伤了祖父查尔斯的事。米安娜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在后悔。听到这话的亚瑟眼神微微一颤，下意识抓紧了胸口的衣服，随后把头扭向一边，不再看他。看到亚瑟的反应，米安娜确定他其实能听懂人话。这时亚瑟低声嘟囔着不要碰他，米安娜便顺着他的话询问他是不是因为害怕被触碰才反抗。被说中痛处的亚瑟瞬间恼羞成怒，直接挥舞着利爪朝米安娜扑了过来。米安娜一边大喊他不可理喻，一边在千钧一发之际精准的一把抓住了亚瑟的手腕，这一下直接把亚瑟给整懵了。米安娜则趁着他愣神的功夫，顺势将他按倒在旁边的垫子上。米安娜迅速掏出准备好的防咬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套在他脖子上。看着脖子上多出来的粉色项圈，亚瑟整个人都傻了，完全没搞懂这是什么操作。米安娜拍了拍手，警告他接下来要乖乖听话。此时的亚瑟带着防咬圈坐在地上，歪着头，一脸懵逼，瞬间失去了刚才的凶狠劲。时间回到5分钟前，被套上防咬圈的亚瑟不知为何突然全身僵硬，不敢动弹。米安娜见状掏出了指甲剪，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拿着指甲剪，一步步逼近。无法动弹的亚瑟满脸慌张，随后浴室里便响起了清脆的剪指甲声。亚瑟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呆呆地看着自己被剪得圆润的指甲，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米安娜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感叹终于剪完了一只手。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亚瑟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身上再次散发出恐怖的黑气，紧接着整间浴室开始剧烈摇晃。米安娜吓得差点没站稳，还以为是发生了地震。还没等米安娜反应过来，亚瑟突然抱起朝她扑了过去。米安娜惊叫着丢掉剪刀，整个人被亚瑟死死扑倒在地。看着上方眼神冰冷的亚瑟，米安娜慌张地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亚瑟死死压住米安娜，张开嘴就要朝她咬下去。米安娜看着逼近的尖牙，意识到这下彻底玩完了。绝望中，她大声喊道：“只要剪掉那些锋利的爪子，大家就再也不会害怕你了。”听到这话的亚瑟，动作瞬间僵在半空，缓缓松开了按住米安娜的手。米安娜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发现亚瑟正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随后，他主动从米安娜身上退开。米安娜有些疑惑地坐起身，只见亚瑟蹲在米安娜面前，主动伸出了那只还没剪完指甲的手。这动作让米安娜有些哭笑不得，心想他这难道是在跟自己握手吗？原来亚瑟是想让米安娜帮他把另一只手的指甲也剪掉。米安娜无奈地拿起剪刀，认真地帮他修剪起来。看着眼前温顺的亚瑟，米安娜突然意识到，他其实只是想和大家友好相处，但因为大家都害怕他，才会一直被孤立。米安娜看着亚瑟尖锐的爪子，意识到他只是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此时温顺配合的亚瑟，让他觉得对方其实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米安娜耐心地帮他把指甲修剪圆润，还用锉刀仔细打磨平整。看着修剪完成的双手，亚瑟新奇地张开食指，反复端详。米安娜在一旁轻声安慰他，虽然刚开始会有些不习惯，但慢慢适应就好了。亚瑟看着自己不再伤人的双手，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米安娜还没反应过来，亚瑟就突然开始动手脱衣服，直接把身上的白衬衫给敞开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一旁的米安娜吓得够呛。看着眼前光着膀子的亚瑟，米安娜整个人都凌乱了，完全搞不懂这家伙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就在米安娜尴尬的不知所措时，亚瑟突然递过来一个水杯，别别扭扭的开口让米安娜帮他洗澡。米安娜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个野孩子的认知里，根本就没有男女有别的概念。看着眼前光着膀子的亚瑟，米安娜虽然有些害羞，但还是决定速战速决。她指着旁边的浴缸，命令亚瑟立刻坐进去。亚瑟倒也听话，直接跨进浴缸里，激起了一大片水花。看着乖乖坐在浴缸里的亚瑟，米安娜戴上防护手套，掏出准备好的超长刷子。毕竟眼前这家伙可是几十年没好好洗过澡了。米安娜保持着安全距离，举着长刷子隔空帮他搓洗起来。亚瑟被刷得满头都是泡沫，甚至舒服地闭上了眼睛。米安娜一边刷一边提醒他，让他把头转过去，警告他无论如何都不准站起来。可话还没说完，亚瑟就直接从浴缸里站了起来。大厅的门被推开，米安娜带着洗漱完的亚瑟走了出来，为让大家久等而连声道歉。看到走出来的亚瑟，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眼。此时的亚瑟换上了体面的礼服，不仅洗净了满身污垢，还戴上了精致的圆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和之前的野孩子判若两人。查尔斯大公盯着眼前的亚瑟，竟然忍不住红了脸，这让一旁的米安娜感到莫名其妙。大家纷纷惊叹，亚瑟现在这副模样简直太完美了，要是就这么走到街上，根本没人会认出他来，只会觉得他是哪家的贵族少爷。为了庆祝战争结束、和平降临，查尔斯大公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宴。看着围坐在餐桌旁的家人，查尔斯大公一时间感慨万千。他举起酒杯，话还没说两句，自己就先感动的流下了眼泪。一旁的帕妮斯见状，无奈的拿起手帕帮他擦拭，而另一边的米安娜正毫无吃相的大口塞着食物，觉得必须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查尔斯大公擦干眼泪，转头看向自己的战友和救命恩人。刚被夸像贵族少爷的亚瑟，一坐到餐桌前就原形毕露。他直接举起叉子，狠狠扎向盘子里的肉排，毫无吃相的大口撕咬起来。看着亚瑟满嘴是肉的粗鲁吃相，查尔斯大公一家直接看傻了眼。随后女仆们端上意面，亚瑟甚至连叉子都不用了，直接伸手抓起一把面条，仰着头就往嘴里塞。这一幕把旁边的帕妮斯吓得冷汗直流，亚瑟甚至直接把脸埋进盘子里。一旁的米安娜淡定地喝着红酒，对他的野性行为早就见怪不怪。而旁边的帕妮斯只能无奈扶额，可下一秒，亚瑟竟直接伸手从帕妮斯的盘子里抢走食物，旁若无人的大口嚼了起来，这让帕妮斯的脸色瞬间阴沉下去。帕妮斯终于忍无可忍，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愤怒地表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和这样一个野蛮人同桌共餐。查尔斯大公见状沉下脸，严肃地呵斥帕妮斯立刻坐下，指责他的行为实在太失礼了，这让帕妮斯感到无比委屈。看着眼前争吵的两人，亚瑟有些局促地看了看四周，意识到自己似乎做错了事，于是他默默把抢来的食物重新放回了帕妮斯的盘子里，并微笑着示意对方吃吧。看着盘里被亚瑟用手抓过的食物，帕妮斯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实在无法忍受，直接转身朝餐厅大门走去。查尔斯大公见状出声质问他要去哪，帕妮斯头也不回地表示自己已经饱了，随后便重重地摔门而去，留下餐桌旁尴尬的众人。查尔斯大公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替妻子的无礼向亚瑟和米安娜道歉。随后他也站起身，准备去安抚负气离去的帕妮斯，让两人留下来继续用餐。
大公夫妇离开后，餐厅里只剩下亚瑟和米安娜两人。亚瑟依旧旁若无人的大口吃着，嘴边糊满了酱汁，也毫不在意。一旁的米安娜默默看着他，突然也把面前的盘子拉了过来，学着亚瑟的样子大口吸溜起面条。这豪迈的吃相让亚瑟直接看傻了眼，心想这姑娘怎么还模仿起自己来了？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女仆突然推着甜点车走了进来，表示这是大公特意为米安娜准备的甜点。看着嘴里还叼着面条的米安娜，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女仆送来一整架精致的甜点，并特意说明大公记得她最爱桃子味，所以专门准备了桃子酱饼干。米安娜听后有些惊讶，因为桃子味恰好也是她最喜欢的口味。她看着手中的饼干有些感慨，觉得真正的希拉一定深受家人宠爱，这让她心中不禁有些羡慕。米安娜轻轻咬了一口饼干，香甜的滋味让她瞬间露出幸福的表情。坐在一旁的亚瑟看着这一幕，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吃饼干的米安娜。米安娜把饼干分给亚瑟，并告诉他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口味。亚瑟有些疑惑地接过饼干，嘴里笨拙地重复着桃子这个词。记忆的画面回到了15年前，那时亚瑟还是个没有名字的野孩子。在茂密的森林里，狼群正围在一起分享猎物。一只狼撕下一块生肉，丢到了年幼的亚瑟面前。亚瑟伸出指甲尖锐的双手，抓起生肉，直接大口撕咬起来，脸上沾满了鲜血，也毫不在意。身旁的狼温柔地舔去他脸上的血迹，亲昵地围在他身边不停地蹭着。在这个没有人类的狼群里，亚瑟和狼伙伴们一起无忧无虑的生活。正在草地上玩耍的亚瑟突然被天空中的动静吸引，只见一只巨大的老鹰正抓着一只大声呼救的小猴子飞过。亚瑟和狼伙伴一脸疑惑，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个什么奇怪的组合。结果老鹰飞着飞着，竟一头撞在了树干上，直接带着猴子从半空中栽了下去。老鹰和猴子重重摔在地上，亚瑟好奇地走上前查看。小猴子从老鹰身后探出头来，这个在荒野长大的孩子就这样交到了他的第一个好朋友。米安娜正捧着饼干，连着叫了好几声亚瑟的名字。见他盯着饼干毫无反应，米安娜疑惑地问他有没有在听。看着亚瑟一脸严肃的模样，米安娜心里十分纳闷，不知道他此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就在米安娜疑惑时，亚瑟突然睁开双眼，缓缓朝他伸出了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米安娜瞬间愣在原地，完全搞不懂亚瑟到底想干什么。在弱肉强食的残酷荒野中，年幼的亚瑟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学会狩猎与战斗。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厮杀，就只有无尽的荒凉。直到一只小猴子闯入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亚瑟的世界，让他冰冷的荒野生活多了一丝温情。小猴子成了亚瑟的朋友，还带他找到了甜甜的桃子，这让从小只吃生肉的亚瑟第一次尝到了甜美的滋味。不过狼群对这个新来的小家伙可不太友好，甚至有狼想把他当成点心。为了保护自己的新朋友，年幼的亚瑟第一次对狼群发出警告，死死将小猴子护在怀里。看到亚瑟为了自己和狼群对峙，小猴子眼里满是信任，紧紧抓住了亚瑟的衣服。狼群最终接纳了这个小家伙。亚瑟抱着怀里毛茸茸的伙伴，在冰冷的荒野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温度。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亚瑟抱着熟睡的小猴子一起躺在草地上安然入睡。这个曾经只知道厮杀的野孩子，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平静。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随着季节更替，转眼间寒冷的冬季悄然来临。漫天大雪伴随着狂风呼啸而过，对于荒野中弱小的生命来说，残酷的寒冬才是真正的考验。狼群不得不顶着暴风雪，在雪地中艰难前行。在极度的饥饿与寒冷中，死亡还是降临了。亚瑟怀里的小猴子在风雪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命运刚刚让他体会到友谊的甜蜜，转眼间又夺走了他最珍视的伙伴。看着怀里失去生机的挚友，年幼的亚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在漫天风雪中放声大哭，哭声在寂静的雪山中久久回荡。可无论他如何紧紧抱住对方，那个毛茸茸的伙伴再也无法回应他了。狼群在风雪中默默回头，看着这个在雪地里痛哭的孩子，随后继续向着荒野深处走去。亚瑟怀里的小猴子彻底失去温度，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亚瑟明白挚友再也无法醒来，他用双手在冻土中刨出一个深坑，亲手将小猴子安葬在荒野之中。看着泥土一点点将伙伴覆盖，亚瑟在无声的眼泪中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告别。在安葬了小猴子之后，年幼的亚瑟在坟前捡起了一颗兽牙，他将这颗兽牙紧贴在胸前，作为对逝去挚友唯一的纪念。长大后的亚瑟低头看着手中的兽牙项链，这是他一直贴身佩戴的珍贵之物。深夜，米安娜在房间里沉沉睡去，亚瑟悄悄来到她的床边，在她的枕头旁放下一堆鲜果，随后他便趴在床沿守着米安娜。亚瑟看着熟睡的米安娜，忍不住慢慢凑上前去，他的靠近让米安娜在梦中觉得有些痒，嘟囔着翻了个身。亚瑟被吓了一跳，有些局促地退了回去。见米安娜没有醒来，亚瑟这才松了口气，轻轻握住了她露在被子外的手。深夜里，亚瑟看着熟睡的米安娜，轻轻低下头，温柔地舔了舔她的手背。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房间，米安娜缓缓睁开双眼，她动了动手指，随后坐起身，伸了个懒腰。米安娜刚睁开眼，就注意到枕头旁放着一包新鲜的野果，她好奇地拿起一颗，心想这难道是查尔斯大公送的惊喜？米安娜忍不住感叹大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还玩这种悄送礼物的浪漫把戏。她猜测这或许是希拉小时候大公经常用来哄她开心的方式。然而
米安娜不知道的是，亚瑟此时正躲在门后默默看着他。见米安娜对着野果一脸疑惑，亚瑟在门外驻足片刻，正准备转身离开。米安娜听到门口传来动静，疑惑地问是谁在那。门缝缓缓推开，亚瑟有些局促地探出头来，看到是亚瑟，米安娜开心地向他打招呼，可亚瑟只是紧张地回了句早上好，便立刻转身跑开了。米安娜看这空荡荡的门口十分纳闷，不明白亚瑟为什么要躲着自己。她不禁回想起昨晚晚宴上亚瑟突然伸手抚摸她脸颊的举动，心想这家伙从昨天开始就变得奇奇怪怪的。看着眼前的亚瑟，米安娜觉得他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更像人类了。查尔斯关切地询问米安娜是否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米安娜笑着表示大家都对自己很好，还特意感谢查尔斯送的水果和鲜花，觉得多亏了这些，自己的皮肤都变好了。看着米安娜一脸期待的表情，查尔斯却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米安娜以为查尔斯是在故意装傻，便笑着表示没什么，打算把这当成两人的小秘密。随后查尔斯又询问起他的伤势，米安娜展示着双手，表示伤口已经快要痊愈了。查尔斯笑着叮嘱他，千万别让伤口碰到水。看着眼前温柔的查尔斯，米安娜心中泛起一丝波澜，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关怀了。但她很快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正在欺骗这位善良的大公。查尔斯是对孙女希拉好，而不是对他这个骗子好。如果真相曝光，这一切都会消失。米安娜在心中警告自己，绝对不能对目标产生感情，必须时刻保持冷静。这时查尔斯轻轻拍了拍她，突然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的那一天。米安娜端起茶杯，掩饰紧张，表示自己虽然记不太清，但依然记得火灾发生的那天晚上。当时整座城堡都被大火吞噬，父亲和仆人们拼了命，才把年幼的他送上2楼窗台。他顺着窗外的藤蔓爬了下去，在黑夜中一边哭喊一边拼命奔跑，直到最后精疲力竭晕倒在路边。米安娜继续编造谎言，声称自己当年被养母救起，但醒来后却失去了所有记忆。直到不久前养母因病去世，他回到养母的家乡举办葬礼，这才阴差阳错地来到了那座废弃的庄园。米安娜表示，就在看到庄园的瞬间，自己失去的童年记忆全部涌了上来。查尔斯对这番话深信不疑，心疼地抚摸着米安娜的头，感叹这一定是神明的指引，并承诺以后会让她成为最幸福的人。查尔斯看着眼前的米安娜，感叹能找回她就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如今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接着查尔斯竖起手指，说自己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米安娜好奇地追问是什么，然而查尔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突然痛苦地咳嗽起来。他试图用手捂住嘴掩饰，却根本无法止住。在米安娜惊慌的呼喊声中，查尔斯剧烈地咳嗽着，最后竟直接咳出了满手的鲜血。查尔斯吐血后直接瘫倒在地上，米安娜吓得惊慌失措。医生诊断后表示，查尔斯的肺部慢性病十分严重，必须绝对静养并按时服药。帕尼斯满脸担忧地答应下来，继续询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有人在外面轻声询问能否进来。听到动静的查尔斯在病床上缓缓睁开了眼睛。米安娜坐在床边询问查尔斯的身体状况，查尔斯安慰他不要担心，自己连魔兽都曾击垮过，绝不会输给慢性病。看着眼前的查尔斯，米安娜心里泛起一丝愧疚，她很想为对方做点什么。想起了查尔斯之前没说完的心愿，米安娜激动地表示，不论有多困难，自己都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查尔斯还没明白她的意思，米安娜就大声承诺，一定会帮他实现这最后一个愿望。听到这话，查尔斯感动地看着眼前的人，轻声唤出了孙女的名字。米安娜独自躺在秋千上，后悔的只想哭，怪自己当时答应的太轻易。结果查尔斯顺势提出，希望他能帮忙照顾亚瑟，还要教亚瑟礼仪和读书写字。米安娜当时想都没想就笑着答应，现在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自己接了个多大的麻烦。回忆里，查尔斯滔滔不绝地许下一堆关于亚瑟的愿望，他希望亚瑟能像正常人一样交流，学会基本常识和礼仪，被大家接纳。不仅如此，查尔斯还希望亚瑟能娶妻生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过上有意义的一生。米安娜听完简直想翻白眼，这哪里是许了一个愿望，自己又不是神灯里的精灵。米安娜无精打采地瘫在长椅上，虽然觉得任务艰巨，但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反悔。而且她发现自己有时候根本搞不懂亚瑟的想法。正当她发愁时，旁边突然传来动静，米安娜疑惑地转过头去。米安娜听到不远处传来女仆的议论声，说大公都病倒了，亚瑟居然还有心思在花园里烤鱼。女仆们还在小声八卦，说亚瑟根本就是个杂食动物，昨晚甚至把落到鼻子上的蝉直接吞了。米安娜无奈地走上前去，询问亚瑟在干什么。听到声音的亚瑟动了动耳朵，转过头看向他。米安娜直接蹲在亚瑟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躲着自己，甚至有些委屈地问他是不是讨厌自己。听到这话的亚瑟瞬间红了脸，有些慌乱地避开视线，小声嘟囔着说吃鱼身体能好得快点。米安娜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原来亚瑟是想把烤鱼送给生病的查尔斯大公。亚瑟红着脸点了点头，还小声解释这鱼是自己亲手抓的。米安娜听完忍不住笑着夸他太厉害了。女仆们在一旁小声议论，说亚瑟烤的那些鱼其实是查尔斯大公精心养了10多年的锦鲤，大公平时宝贝的不行，甚至还给每条鱼都取了名字。听到这个消息的米安娜瞬间石化，她意识到绝对不能让亚瑟知道真相，否则亚瑟一定会因为好心办坏事而备受打击。为了不让亚瑟听到女仆们的议论，
米安娜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死死捂住了亚瑟的耳朵，并在心里默念：只要听不见，就当没发生过，只留下亚瑟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米安娜这突然的一扑，直接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看着近在咫尺的米安娜，亚瑟瞬间红了脸，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空气中突然弥漫开一股焦味，两人转头一看，烤炉上的鱼已经彻底烤焦了。看着辛苦抓来的鱼变成黑炭，亚瑟失落地耷拉下耳朵，整个人都蔫了下去。米安娜见状，赶紧叫来女仆，准备想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难题。米安娜问亚瑟：“刚才是不是什么都没听到？”亚瑟茫然地摇了摇头。米安娜故意扮起鬼脸吓唬他，说外面都在传他会吃小孩，家长们还拿他来吓唬不睡觉的孩子。亚瑟却一脸认真地解释，自己从来不吃小孩，因为小孩太吵了，而且味道不好。米安娜听完直接无语，没想到他只是单纯嫌弃口感。看着单纯的亚瑟，米安娜意识到，如果任由这些坏名声传下去，生病的查尔斯大公一定会更加担心。于是米安娜拿走烤焦的鱼，劝说亚瑟，比起送这种根本不能吃的烤鱼，让他学会读书写字和基本礼仪，才是治好大公心病的真正解药。亚瑟听完，用怀疑的目光盯着米安娜。米安娜决定从最基础的餐桌礼仪开始教起，她给亚瑟准备了牛排，可亚瑟一上来就凑过去闻个不停。米安娜赶紧纠正他，说这样看起来太像小狗了。接着米安娜亲自示范，教他用右手拿刀，左手拿叉，把食物切成小块，再安静的吃下去，还特意叮嘱他绝对不能去抢别人盘子里的东西。亚瑟听话的拿起刀叉开始尝试，可他显然控制不好力道，一顿笨拙的操作下来，盘子里的牛排直接被他切成了碎渣。亚瑟看着自己的杰作，还松了一口气。米安娜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温柔的摸了摸亚瑟的头，夸奖他做得非常完美，这让亚瑟有些害羞的红了脸。接着米安娜开始教他日常起居，从如何正确刷牙到怎么整理衣着系好领带，米安娜都耐心的一步步示范。可到了自己动手的时候，亚瑟看着手里的领带却犯了难，怎么也想不起刚才的步骤，只能凭着感觉胡乱拉扯。结果他一个用力过猛，直接把领带系成了死结，勒得自己直咳嗽。亚瑟终于把领带系得整整齐齐，米安娜开心的鼓掌夸奖他做得完美。没想到亚瑟突然低下头凑了过来，头顶还冒出一对毛茸茸的耳朵。米安娜瞬间明白他这是在讨要夸奖，于是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夸他真乖。搞定了日常起居和基本礼仪，米安娜决定开始下一阶段的教学。她特意准备了黑板，打算好好教亚瑟怎么融入社交场合。米安娜开始教亚瑟社交礼仪，她强调初次见面要保持1到2米的距离。她还特意列出3大禁忌，绝对不能突然扑向对方，不能凑过去闻，甚至直接咬人。接着米安娜伸出手示范，表示熟悉之后可以进行握手，并耐心地纠正了亚瑟笨拙的动作。随后米安娜提到，如果关系非常亲密也可以拥抱，这让亚瑟感到十分困惑。看着一脸迷茫的亚瑟，米安娜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词。米安娜觉得光靠嘴说不清楚，决定直接用行动向亚瑟示范。她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亚瑟，在心里琢磨着两人的关系，觉得他们现在更像是老师和学生。米安娜轻声向他解释，拥抱就是像这样紧紧贴在一起，把自己的温度分享给彼此。被抱住的亚瑟瞬间心跳加速，整个人紧张的不知所措。还没等米安娜把话说完，亚瑟突然一把将她推开。米安娜惊叫着失去平衡，向后倒去。米安娜还没反应过来，亚瑟就慌慌张张的转过身，头也不回的拔腿就跑，任凭米安娜在后面怎么呼喊，他都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米安娜一路追回了城堡，猜测亚瑟可能是躲回了房间，于是试探着推门走了进去。可房间里却空无一人，根本看不见亚瑟的身影。米安娜仔细寻找，发现亚瑟正把自己死死裹在被子里，像个自闭的蘑菇一样一动不动。她有些纳闷，不知道这家伙怎么又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米安娜走上前戳了戳被子，关切地询问亚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可对方只是往里缩了缩，根本不理他。这让米安娜有些纳闷，怀疑是不是自己刚才靠得太近，才让亚瑟产生了排斥。可回想起刚才那个拥抱，亚瑟当时的反应明明不是这样的。就在米安娜百思不得其解时，被子里突然传来亚瑟闷闷的声音，说自己的心跳跳得好快。米安娜听完顿时一脸懵。亚瑟说在被子里小声嘟囔，说自己讨厌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米安娜听得一头雾水，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亚瑟显然对感受这个词感到陌生。米安娜为了让他明白什么是情绪，决定用具体的事情来引导他。米安娜问亚瑟，当初听说查尔斯大公生病时，心里是什么感觉？亚瑟捂着胸口回答说，感觉冷冰冰的。米安娜觉得这个形容很奇特，于是她凑上前好奇地追问，那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又是什么感觉呢？听到这个问题，亚瑟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两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米安娜拖着下巴，正满心期待地等着亚瑟的回答，没想到亚瑟憋了半天，居然吐出2个字：糟糕。米安娜直接听傻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亚瑟却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再次大声强调和他在一起的感觉非常糟糕。米安娜听到这个回答大受打击，怀疑亚瑟是不是真的很讨厌自己。没想到亚瑟听完立刻疯狂摇头，接着又迷茫地跟着点了点头。这番矛盾的举动让米安娜彻底懵了，完全搞不懂亚瑟到底想表达什么。不过这也让他突然有了灵感，想起自己以前执行任务时的经历，
当时他曾伪装成家庭教师，去教导一个脾气暴躁的贵族少爷，那个孩子同样非常难以应付。米安娜觉得光靠死记硬背只会让亚瑟更加抗拒，于是决定把词汇和图片结合起来，亲手制作了一套情绪卡片。他把做好的卡片递给亚瑟，解释说上面的图片和文字代表了不同的情绪。米安娜希望亚瑟以后能用这些卡片来表达感受，这样他就能明白亚瑟的心思了。亚瑟看着手里的卡片若有所思，他嘴里嘟囔着糟糕这个词。米安娜见状，赶紧抽出一张写着喜欢的卡片，向他展示这个新词汇。亚瑟看着卡片上画着的米安娜，有些疑惑的歪了歪头，显然不太明白喜欢是什么意思。米安娜原本以为亚瑟讨厌自己是因为最近对他管教太严，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亚瑟所说的糟糕其实是因为心跳加速而感到的慌乱。看着一脸迷茫的亚瑟，米安娜温柔地向他解释，喜欢是一个很好的词，并不是什么坏事。米安娜耐心解释，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食物动物，产生喜欢的感觉都很正常，完全不需要感到害怕或者刻意隐藏。亚瑟接过写着喜欢的卡片，看着上面画着的米安娜，依然有些似懂非懂。解释完情绪卡片后，米安娜搬出一大叠厚厚的教材，宣布正式开始识字课程，要求亚瑟从最上面开始按顺序背诵。米安娜指着厚厚的字典，告诉亚瑟这些书对以后的学习很有用，要求他每天都要翻看阅读，直到把书页彻底翻烂为止。转眼间5天过去了，深夜里，米安娜疲惫地走在庭院中，这几天的教学让她精疲力竭，现在只想赶紧回去泡个热水澡，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就在他路过花园时，旁边的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异响，米安娜立刻警觉地停下脚步，盯着那处藏得并不高明的灌木，大声质问躲在后面的人是谁。躲在灌木丛里的居然是女仆薇，她示意米安娜小声点，并解释说最近有人一直偷摘花朵，现在花坛里只剩下最后一朵了。为了抓住这个偷花贼，薇才特意伪装成灌木在这里蹲守。话音刚落，薇突然察觉到动静，他一把拉过米安娜，躲进暗处，两人屏住呼吸盯着花坛。这时一只手悄悄伸向了那朵花，薇立刻确定这就是那个偷花贼。米安娜和薇定睛一看，那个鬼鬼祟祟的偷花贼居然是亚瑟，他正蹲在花坛边准备摘下最后一朵花。两人立刻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薇大声质问亚瑟在干什么，并严肃地教育他，花朵也是有生命的，不能这样随意采摘破坏花坛。看着眼前的花朵，米安娜突然愣住了，因为这些花和每天早上放在她床头的礼物一模一样。她之前一直以为是查尔斯大公偷偷送给自己的，可现在看来，送花的人难道其实是亚瑟吗？米安娜终于确认了这件事。此时薇正严肃地训斥亚瑟，指责他乱摘花的行为不符合骑士身份。薇冷静下来后，为自己的越界道歉。米安娜赶紧替亚瑟打圆场，表示他已经知道错了，并劝薇早点回去休息。等薇告辞离开后，被训了一顿的亚瑟站在原地，委屈得像只挨了骂的小狗。米安娜试探着叫了声亚瑟的名字，亚瑟却闹脾气似的扭过头去不理他。米安娜猜测他可能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为了缓和气氛，米安娜主动开口向亚瑟道谢，感谢他一直以来送花给自己。听到这话的亚瑟突然转过身，再次伸手去摘花坛里那朵仅剩的花。米安娜吓得赶紧出声阻止，亚瑟却固执地表示自己只拿这一朵。米安娜在心里默默吐槽，要不是他天天来摘，花坛也不至于只剩下一朵花。最终他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米安娜决定继续装傻，假装不知道送花的人是亚瑟，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这时亚瑟看着手里的花，突然想知道这个字怎么写，眼里燃起了学习的渴望。米安娜见状，主动握住亚瑟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出花字。亚瑟看着自己的手掌，认真地重复着这个词，默默记下了花的写法。米安娜笑着问亚瑟还有没有其他想学的字，自己都可以教他。亚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指着他开口要学名字的写法。米安娜有些意外，但还是拉起亚瑟的手，准备在手心教他写自己的名字。亚瑟有些疑惑地念着米安娜的名字，想起查尔斯大公平时对他的称呼，总觉得发音听起来不太一样。米安娜没有多想，直接在亚瑟的手心里一笔一画写了起来，直到最后一笔落下，米安娜才猛然惊醒，她现在的伪装身份是希拉，根本不叫米安娜。她顿时心里一惊，意识到自己竟然把真名给写了出来。米安娜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怪自己这几天看亚瑟太听话，竟然放松警惕，写下了真名。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猛地抽回自己的手，强装镇定的狡辩说自己刚刚写的明明是希拉。他还顺势打趣亚瑟，笑话他连这么简单的字都能认错，以后必须得加倍努力学习。然而亚瑟看着自己的手掌，心里却十分笃定，自己绝对没有认错那个名字。回想起手心写字时的触感，亚瑟确信那分明就是米安娜。虽然米安娜试图用拼读规则来掩饰，但为了彻底转移他的注意力，米安娜突然拉起他的手，借口时间太晚，催促他赶紧回去休息。他觉得只要自己不再提起，亚瑟很快就会把这个名字忘掉。然而亚瑟并没有被轻易糊弄过去，他看着手里的那朵花，默默地将它戴在了自己的发梢上。这时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回到室内后，米安娜看着窗外的大雨，顺口拷问亚瑟知不知道天上落下的水叫什么。亚瑟一边翻看着手里的书，一边平静地回答是雨。米安娜高兴地夸奖亚瑟答得对，并提议今天就用雨这个词来练习造句。亚瑟合上书本答应了一声，却突然低声念出了米这个音。米安娜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亚瑟居然还记着他的真名。眼看亚瑟
还要继续往下念。米安娜急忙冲过去，一把捂住他的嘴，紧张地强调自己叫希拉。她极力否认米这个名字，试图让亚瑟彻底把这件事忘掉。为了让亚瑟改口，米安娜甚至掏出玩具刀进行威胁，逼问他自己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可亚瑟根本不吃这一套，依然面无表情地念出米安这个名字，坚信自己绝对没有记错。这让米安娜彻底没了脾气，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从早到晚，亚瑟就像个复读机一样，一直跟在米安娜身后念叨着这个名字。米安娜捂着耳朵，假装听不见，心里无比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主动教他识字，甚至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亚瑟都在梦里嘟囔着米安娜的名字。窗外雷雨交加，大雨下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用餐时，查尔斯和帕尼斯也来到了餐桌旁，4个人围坐在一起吃饭。餐桌上，亚瑟正专心地切着盘里的肉，每一块都切得整整齐齐，大小一致。这熟练的动作让一旁的帕尼斯有些吃惊。接着，亚瑟举起酒杯，看向查尔斯，微笑着祝贺对方生病，吓得米安娜赶紧在一旁尴尬地打圆场，解释说亚瑟其实是想祝贺他病愈。可亚瑟根本没心思管别人，转头用叉子插起一块肉递给米安娜，嘴里还小声念叨着米这个名字。米安娜无奈的让他自己吃自己的饭，见亚瑟一脸委屈的装可怜，米安娜只能叹着气叫他别太夸张。看着亚瑟和米安娜亲密的互动，查尔斯感到无比欣慰，感叹这正是自己一直期待的画面。不过查尔斯很快反应过来，好奇的打听起米这个名字的来历，这可把一旁的米安娜吓出了一身冷汗。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米安娜只能硬着头皮撒谎，声称这是养母给自己起的小名，因为亚瑟很喜欢，所以才随他怎么叫。查尔斯听完表示理解，感叹自己确实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一旁的帕尼斯却有些不满，质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事说出来。看着眼前的食物，米安娜的思绪飘回了过去。其实米安娜这个名字是她的生母取下的，而她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姓氏。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只有母亲温柔呼唤她的声音。虽然母女俩住在肮脏狭窄的贫民窟，但只要有母亲的陪伴，她就觉得无比幸福。然而一场无情的流行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周围人担心米安娜也被感染，便像扔垃圾一样，把年幼的她无情地赶出了家门。被赶出家门后，年幼的米安娜只能独自在街头流浪。为了活下去，她甚至不得不去偷吃墓地里的祭品。即便这样，她还是经常被厌恶她的人殴打驱赶。在饥饿和寒冷中，米安娜每天唯一的期盼就是能有人给她一碗热汤、一块面包，哪怕只是一条毯子。只要能活下去，她愿意做任何事。回想起这段痛苦的过去，米安娜差点忍不住流下眼泪。在她记忆的最深处，也曾有过一段被母亲温暖拥抱的时光，只是那段美好的记忆如今已经在渐渐褪色。米安娜的眼角不自觉地泛起泪光，一旁的亚瑟见状，突然伸手捧住她的脸，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水。亚瑟看着米安娜的眼睛，有些心疼地喃喃自语，说她的眼睛里正在下雨。这亲密的举动让旁边的查尔斯和帕尼斯看呆了，帕尼斯更是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两个人是不是完全旁若无人了。米安娜顿时有些慌乱，赶紧推开亚瑟解释，说自己只是太困打了个哈欠。查尔斯听了也关切地询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这时女仆走进来汇报，说为希拉定制的礼服已经送达，那是为了下周日的舞会特意准备的定制礼服。听到女仆的汇报，帕尼斯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一旁的米安娜听到有舞会，顿时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十分期待这场盛大的活动。然而旁边的亚瑟却一脸茫然，甚至疑惑地问舞会是谁，显然完全不知道舞会是什么意思。这次的舞会其实是一场胜利庆典，埃兹维特家族作为主办方，将要接待皇室贵族和军官家属，所有准备工作都必须做到极致。大厅里摆满了华丽的礼服和珠宝，查尔斯和帕尼斯正在交谈，米安娜也来到了现场。看着眼前琳琅满目地定制礼服，米安娜兴奋地凑上前去，不停赞叹衣服上精致的刺绣。她还看中了当下最流行的鞋子，以及旁边搭配的精美项链，整个人开心的不得了。看着兴奋挑选的达利亚，帕尼斯却突然泼了盆冷水，表示这些华丽的礼服全都是他自己的。随后帕尼斯指向另一边，女仆拿出一件极其朴素的裙子，这正是给米安娜准备的礼服。米安娜虽然心里无语，但表面上还是礼貌地向帕尼斯道谢。这时查尔斯走过来质问帕尼斯为什么没有给亚瑟准备礼服，帕尼斯却以家族名誉为由，表示亚瑟不应该出席这场舞会。面对查尔斯的质问，帕尼斯提起之前回城时的混乱，担心亚瑟连舞都没见过，万一在现场闹出乱子就无法挽回了。查尔斯据理力争，指出亚瑟最近一直在努力改变，但帕尼斯坚持认为亚瑟现在社交还太早。查尔斯态度坚决，强调亚瑟在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必须出席这场庆典。此时亚瑟却在一旁小声嘀咕，觉得跳舞这事既无聊又愚蠢。帕尼斯见说服不了丈夫，便提议对外宣称亚瑟身体不适，反正外人也不会在意。听到帕尼斯打算这样敷衍过去，一旁的米安娜终于忍不住了，主动站出来准备反驳。米安娜坚称亚瑟应该出席这场舞会，为了打消帕尼斯的顾虑，她主动提出由自己来教亚瑟跳舞。查尔斯在一旁表示赞同。亚瑟听说米安娜要教他，也立刻改口想要参加。米安娜转而询问帕尼斯的意见，这让帕尼斯在心里暗骂他多管闲事。查尔斯见状在一旁打圆场，劝说帕尼斯这次就相信希拉的安排，
男人来到教堂，向霍华德神父忏悔。他说自己最近每晚都会梦见亡妻，梦里妻子一直责怪他懦弱无能，在他生病受苦时什么忙也没帮上。男人看着手上的绿宝石戒指，说这是两人永远在一起的誓言。霍华德听完温柔地开导他，劝他放下对戒指的执念，让亡妻安息，这也是对妻子的一种爱。但男人看着这枚珍贵的信物，心里还是十分纠结，舍不得放手。霍华德顺水推舟，提议由自己保管这枚戒指，并举行净化仪式，这样才能让亡妻的灵魂彻底安息。男人最终被说服，亲手摘下绿宝石戒指交给了霍华德，并诚恳地拜托神父帮他完成净化。男人离开后，米安娜走进了忏悔间。霍华德把玩着刚到手的绿宝石戒指，微笑着询问米安娜，听说他帮查尔斯大公解决了难题，现在非常受大公的赏识。米安娜向霍华德汇报说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米安娜伪装成希拉这件事比预想的还要成功。霍华德一边把玩着刚到手的戒指，一边询问米安娜调查的进展。米安娜表示自己在庄园里打听到不少关于这个家族的往事。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儿子后就因难产去世了，而第二任妻子帕妮斯其实是二婚，她曾因为流产导致无法生育，结果被前夫无情抛弃。后来帕妮斯顶着舆论压力，执意嫁给大她20岁的查尔斯，完全是冲着查尔斯的巨额遗产去的，因此她和希拉父母的关系也极度恶劣。米安娜接着透露，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随着希拉一家3口的意外离世，帕妮斯成了这笔巨额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这让他有了充足的谋杀动机。这显然是一场为了争夺财产而精心策划的清除障碍行动。与此同时，帕妮斯正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她一边整理着首饰，一边向侦探询问调查进展。侦探随即向他汇报，声称自己确实查到了一些有趣线索。侦探拿着希拉的画像去他的家乡打听，结果根本没人认识他。帕妮斯示意他继续往下说。侦探接着透露，他在回程路上遇到了一位马戏团纹身师，对方觉得画像上的女人非常眼熟。帕妮斯有些诧异，追问纹身师的具体情况。侦探表示，那个纹身师亲口承认，不久前有个和画像一模一样的女人找上门，要求在身上纹一个特定的图案。听到这里，帕妮斯立刻联想到了希拉身上的胎记，他终于确信那个所谓的胎记根本就是伪造的。帕妮斯向侦探确认了某件事的真实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走到窗前，却惊讶地发现亚瑟已经到了室外。此时的草地上，米安娜正和亚瑟一起练习舞步，两人动作生疏地互相踩着脚。看着两人亲密互动的样子，窗前的帕妮斯脸色阴沉，他认定假冒的希拉是在愚弄查尔斯，企图将家族的巨额遗产占为己有。帕妮斯在心中暗暗发狠，发誓一定要亲手撕下对方虚伪的面具。转眼到了舞会当天，庄园城堡迎来了各方宾客，大宴会厅里奏响乐曲，气氛热闹非凡。这时米安娜挽着亚瑟缓步走入舞场，即便穿着款式朴素的礼服，她依然展现出惊艳的气场。身旁英俊高大的亚瑟也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两人的出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周围的宾客纷纷对亚瑟指指点点，猜测这位陌生绅士的身份，但被围观的氛围让亚瑟极度不适，他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杀气瞬间把周围的人吓得连连后退。米安娜立刻察觉到了亚瑟的异样，她意识到亚瑟被陌生人包围后，因为过度紧张而产生了防备和攻击性。米安娜只能在一旁小心安抚，试图帮他缓解焦虑的情绪。米安娜轻轻拍了拍亚瑟的手，安慰他，这次大家并没有害怕他，只是在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他，让他多给自己一点信心。为了帮亚瑟缓解紧张情绪，米安娜还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把周围的宾客都当成地里的胡萝卜和卷心菜。亚瑟听话地看向四周，却发现人类的社交方式非常复杂，有人在热情地握手，还有人在互相拥抱，甚至还有人行吻手礼和贴面礼。这些亲密的肢体接触让亚瑟感到十分困惑和抗拒，他立刻双手抱胸，在心里果断拒绝。米安娜看亚瑟一脸不高兴，便问他到底在生什么气。亚瑟闷闷地表示自己不想碰其他人。米安娜听完忍不住捂嘴偷笑起来。就在这时，大厅的灯光突然熄灭，四周瞬间陷入一片黑暗。查尔斯站在楼梯上，向在场的贵宾们致意，大声宣布舞会正式开始，邀请大家尽情享受接下来的舞蹈。查尔斯牵起帕妮斯的手，两人在舞池中甜蜜共舞。查尔斯深情地看着妻子，夸赞她今晚格外迷人。查尔斯感叹很久没这样跳舞了，这让他想起了两人的初遇。他温柔地抱住帕妮斯，希望她以后能少一些任性。帕妮斯依偎在丈夫怀里，心里却在暗自盘算，她觉得查尔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看着不远处正在起舞的米安娜，帕妮斯眼底闪过一丝狠毒，她绝不允许这个满口谎言的骗子继续欺骗查尔斯的感情。此时的舞池另一边，米安娜正带着亚瑟，默默在心里数着拍子，小心翼翼地配合着舞步。亚瑟在跳舞时一直紧绷着脸，嘴里还不停地默念着拍子。米安娜见状，在心里默默给他打气，劝他再坚持一下，舞会马上就结束了。没想到亚瑟却突然开口索要奖励，这让米安娜有些措手不及，纳闷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讨价还价。亚瑟有些迟疑地询问米安娜，自己能不能对他做那件事。米安娜还没反应过来对方指的是什么，亚瑟就突然伸手揽住她的腰，将她一把拉向自己，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米安娜还没来得及惊讶，就被亚瑟带着在舞池中继续旋转。
两人的距离近到能感受到彼此呼吸。看着近在咫尺的亚瑟，米安娜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亚瑟牵起她的手，带着她在舞池中默契的旋转，华丽的裙摆随着舞步在空中绽放。两人完美的配合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周围的宾客们纷纷停下动作，忍不住对这支惊艳的舞蹈发出赞叹。看着亚瑟在舞池中出色的表现，查尔斯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旁的帕妮斯却气得咬牙切齿。其实米安娜此时已经快到极限，在心里拼命求亚瑟赶紧停下来。舞会休息期间，查尔斯向其他贵族极力推荐亚瑟，夸赞他是个英俊的年轻绅士，但也无奈地透露亚瑟很不擅长社交，甚至怀疑他的听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果不其然，面对主动搭讪的贵族女眷，亚瑟不仅行为怪异，嘴里还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怪话，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休息室里，几位贵族正在闲聊，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了亚瑟的传闻，大家听完都震惊地站了起来，纷纷感叹亚瑟简直像变了个人，猜测他到底经历了怎样残酷的训练。而舞会现场的亚瑟只想早点回家，米安娜在一旁笑着帮他打圆场，这让周围的贵族女眷们大为震惊，没想到他竟然能听懂亚瑟的怪话。此时帕妮斯借口身体疲倦，跟查尔斯打了个招呼，便提前离场。然而新的危机却在悄然逼近，人群中一位自称是希拉童年玩伴的贵族，看着眼前的米安娜起了疑心，觉得她和记忆中的希拉完全判若两人。舞会一角的女眷们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有人直言米安娜长得一点都不像大公。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好奇，大家纷纷凑过来打听细节。这些窃窃私语传进了米安娜的耳朵，她疑惑地转过头去。此时大厅里的气氛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不少贵族都在暗中对她指指点点。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潘尼斯正躲在暗处得意地看着这一幕，他端着酒杯，期待着接下来的好戏上演。面对周围突然变得诡异的氛围，米安娜和亚瑟都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但他们还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时间回到2天前，帕尼斯在准备舞会名单时，特意让女仆加上了几位特殊的宾客，声称要给希拉找些聊天伙伴。女仆看着名单有些迟疑，提醒帕尼斯其中有贝多温家的女儿，传闻对方是个傲慢的大嘴巴，但帕尼斯却执意要邀请她。回到舞会现场，这位贝多温家的千金阿比盖尔正拿着希拉的童年记忆当筹码，在人群中大张旗鼓地设下赌局。阿比盖尔故意从背后撞上米安娜，随后假惺惺地开口道歉，并直接叫出了希拉的名字。米安娜转过身，立刻认出对方是阿比盖尔·贝多温。米安娜顺势热情地迎了上去，笑着说：“要不是因为他嘴角的痣，自己差点就认不出来了。”这番话让阿比盖尔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接着，米安娜又看向周围的贵族，主动询问大家刚才在聊些什么。米安娜虽然还在保持微笑，但她身后的亚瑟已经怒气冲天，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杀气，把阿比盖尔和周围的女眷吓得瑟瑟发抖。这边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其他宾客的注意。阿比盖尔见状，赶紧打圆场，声称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随后，阿比盖尔话锋一转，提起当年那场烧毁府邸的大火，质疑希拉为何能毫发无损地活下来，还阴阳怪气地称这简直是个奇迹。还没等米安娜回应，忍无可忍的亚瑟直接出手将阿比盖尔推开，阿比盖尔惨叫一声摔倒在地，狼狈的模样引来全场宾客的围观。亚瑟死死护在米安娜身前，喉咙里发出低沉的警告，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杀气吓得周围的宾客连连后退。就在局势僵持不下时，一名端着酒杯的女仆突然走上前，大声喝止了阿比盖尔的无理指控。女仆神色严肃地表示，自家小姐在那场大火中经历了惨痛的折磨，不容许旁人在此胡乱质疑。这番话让阿比盖尔和远处的帕尼斯大吃一惊，女仆则当众坚定地宣告自己就是当年那场大火的亲历证人。女仆的突然挺身而出，让米安娜自己都感到十分纳闷，她根本不记得自己有什么证人。女仆随即当众回忆起往事，称希拉刚到大公府邸时，因为洗澡忘记拿浴袍，自己便主动送了过去。然而当她敲门时，房间里却传来希拉惊恐的拒绝，对方表示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烧伤疤痕，要求女仆把衣服放在门口就好。听完女仆的描述，周围的贵族立刻抓住了漏洞，质疑女仆根本没有亲眼看到伤疤。这番证词依然无法证实米安娜的身份，现场的议论声反而愈演愈烈。面对众人的质疑，女仆慌忙解释自己绝没有撒谎。这时帕尼斯突然站了出来，大声喝止了这场混乱。帕尼斯以女主人身份表示，绝不容许谣言在宴会上肆意传播。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然而帕尼斯随即话锋一转，盯着米安娜表示，作为埃兹维特家族的成员，如果一直背负着身份嫌疑，那将是家族名誉的污点。看着主动出面的帕尼斯，米安娜在心中暗自警惕，猜测对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帕尼斯端着酒杯，步步紧逼，提议让米安娜当众自证清白，以此来洗清身上的嫌疑。听到这个无理的要求，一旁的亚瑟瞬间怒火中烧，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米安娜见状，赶紧拉住亚瑟，轻轻握住他的手，柔声安慰，示意他自己能够应付。既然大家都想看，米安娜决定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众证明自己的身份。她缓缓提起裙摆，露出了小腿上大片触目惊心的烧伤疤痕，这正是希拉身份的铁证。看着这道伤疤，米安娜不禁回想起当年被烙铁烫伤的痛苦，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逼着当众揭开这道伤疤。围观的贵族们见状纷纷议论起来，开始觉得这种自证方式实在有些过分。
而原本胜券在握的帕尼斯更是彻底傻眼，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冒牌货身上为什么真的会有烧伤疤痕。看着被迫当众揭开伤疤的米安娜，亚瑟满心担忧。此时的米安娜正因为痛苦的回忆，止不住的浑身颤抖。亚瑟无法再坐视不管，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往前走去。他一把扯下了大厅巨大的窗帘，将米安娜整个人严严实实的裹了起来，帮他挡住了所有不怀好意的目光。米安娜靠在亚瑟胸前，有些意外他的举动。此时的亚瑟脸色阴沉，浑身散发着暴力的气息，显然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周围的贵族们见状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惊呼着四处逃散。被窗帘裹住的米安娜也察觉到了亚瑟的异样，有些担忧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时间回到15年前，霍华德正在质问年幼的米安娜，责怪他没有去讨好有钱人。米安娜哭着反驳，认为欺骗别人是不对的，她甚至还尝试过逃跑。霍华德却露出虚伪的微笑，嘲讽他根本无法独自生存，并冷酷地警告他，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过的食物和衣物都有代价，如果拒绝配合，就必须承担后果。说完，霍华德便拿起了烧红的烙铁。霍华德冷酷地表示要把规矩刻进他的肉体里。年幼的米安娜惊恐地步步后退，却不小心摔倒在地，只能看着烧红的烙铁不断逼近，伴随着皮肉被烫伤的惨叫，她的腿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疤。剧烈的疼痛让她彻底崩溃，只能趴在地上哭着求饶，保证自己再也不会逃跑。米安娜曾以为只有放弃自由才能存活下去，等到了有能力自立的年纪，她再次尝试逃离并抛弃过去，却发现自己根本逃不出这个泥潭。霍华德早已抓住了他的把柄，声称在他房间里找到了证据，要将他送交法院，并用谋杀和诈骗的罪名威胁，彻底斩断了米安娜所有的退路。霍华德曾经的冷嘲热讽再次在米安娜的脑海中回荡，那些恶毒的咒骂与威胁像枷锁一样将她死死困住。就在米安娜快要窒息时，亚瑟隔着窗帘紧紧抱住了她，用坚实的怀抱帮她隔绝了那些可怕的幻听。亚瑟抱着米安娜径直往外走，周围的贵族被他身上的野兽气息吓退，纷纷惊恐地避让开来。与此同时，在舞会的另一处，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主动向侍从递上邀请函。接过邀请函的侍从一脸疑惑，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忍不住开口询问他的身份。戴眼镜的男人自称是埃兹维特夫人的朋友，向对方致歉并说明来意。随后他在侍从的引导下进入舞会现场。此时舞会大厅内一片混乱，查尔斯大公急忙拨开人群赶了过去，看着抱着一大团窗帘的亚瑟，查尔斯大公厉声质问他在干什么，怀里又抱着什么东西。被死死裹在窗帘里的米安娜忍不住大声呼救，表示自己快要无法呼吸。亚瑟见状连忙松开手，米安娜这才得以探出头大口喘气。为了平息现场的骚动，查尔斯大公主动站出来安抚宾客，表示这里的一切由他来处理。查尔斯向帕尼斯询问发生了什么，帕尼斯表示这就是他最初反对亚瑟出席的原因。女仆向查尔斯汇报详情。此时大厅另一侧的贵族们正窃窃私语，认为既然看到了伤痕，身份自然不可能有假。站在人群中的戴眼镜男人推了推眼镜，主动插话说伤痕其实很容易伪造。这番话瞬间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面对旁人对身份的质疑，他直言找出真相才最为关键。戴眼镜的男人突然走到大厅中央，大声宣布要向众人介绍一位朋友，并声称要当众揭开真相。听到声音的米安娜和身旁的亚瑟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去，只见戴眼镜的男人从人群中一把拉出了达利亚，并向在场的所有人介绍，这位就是当年给希拉纹上胎记的纹身师。听到这个消息，米安娜瞬间如遭雷击，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极度的恐慌让她心跳加速。贵族们纷纷议论起来，局势瞬间变得微妙。查尔斯大公更是震惊不已，转头看向身旁的帕尼斯。米安娜在心中拼命否认，但此时戴眼镜的男人已经当众询问达利亚是否认得对面的人。达利亚仔细打量后，直接证实对方就是半个月前去他店里咨询纹身的人。听到这个回答，帕尼斯在人群中露出了得意的冷笑，而戴眼镜的男人则继续追问达利亚是否还记得他当时想纹什么图案。达利亚却笑着表示当时其实什么都没纹。听到这个回答，戴眼镜男人顿时大惊失色。达利亚解释说他当时只是问了许多问题，最后因为怕疼就直接回家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米安娜顿时松了一口气，但她看着达利亚心中十分疑惑，对方为什么要帮自己隐瞒。气急败坏的戴眼镜男人一把揪住达利亚，质问他为什么要说谎。达利亚则一边劝他冷静，一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米安娜不禁怀疑是不是霍华德在暗中帮自己脱困，而台上的戴眼镜男人仍不死心，继续逼问达利亚关于新型纹身的事，却被达利亚一口否认。看着这场荒诞的闹剧，查尔斯大公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面色阴沉地走上前，直接用手杖狠狠戳向戴眼镜的男人。查尔斯怒斥对方，不管他是谁又受了谁的指使，敢用这种荒谬的谎言败坏名声，都将付出代价。查尔斯大公彻底暴怒，当即下令把这群闹事的人立刻赶出去。看着局势瞬间反转，米安娜有些意外地愣在原地。米安娜看着愤怒的祖父，有些不知所措地轻声呼唤。亚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上前揪住闹事人的衣领，在两人的惊呼声中将他们从窗户扔了出去。米安娜看着被扔出去的两人目瞪口呆，而亚瑟却像没事人一样拍了拍手。查尔斯大公有些无奈地凑过来低声抱怨，他本意只是想把人从大门赶走，没想到
亚瑟直接把人从窗户扔了出去。面对亚瑟无辜的反应，查尔斯大公只能扶额叹气，承认自己确实没说清楚。随后他重新整理情绪，向宾客们致歉，宣布舞会继续，并让乐手奏乐。为了彻底缓和气氛，查尔斯大公还宣布晚宴后大家可以去花园欣赏准备好的烟花。露台上，帕尼斯对刚才的结果仍有怀疑，提议应该彻底调查此事。查尔斯却直接戳穿了他，指出是帕尼斯把那些闹事的人放进来的，但他并不打算继续追究，宣布这件事到此为止。查尔斯体贴地为帕尼斯披上披风，表示理解他是为了家族着想。帕尼斯却赌气抱怨查尔斯偏心，查尔斯无奈叹气，用即将开始的烟花秀来安抚他。听到有烟花看，帕尼斯的态度瞬间转晴，满心期待地挽住了查尔斯。另一边，米安娜拉着亚瑟来到高处的露台，兴奋地俯瞰着下方的人群，觉得底下的人看起来就像小矮人一样。米安娜靠在栏杆上，有些期待地告诉亚瑟，这其实是他第一次看烟花，不知道烟花会不会升得比城堡还要高。看着米安娜兴奋的样子，亚瑟却在心里暗自纳闷，好奇烟花到底是什么花，自己能不能亲手摘下来送给他。米安娜兴奋地向亚瑟描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的绚丽场景，亚瑟却无法理解这种美丽，反而凑上前认真地询问米安娜，烟花是否比他还要好看。米安娜有些害羞地笑着否认。随后亚瑟提起了之前的风波，疑惑那些人为什么说米安娜不是希腊，又为什么大家都要针对她。面对亚瑟单纯的疑问，米安娜瞬间沉默下来，只是神色复杂地握紧了拳头。米安娜神色黯然地解释，因为大家都讨厌骗子和冒牌货，如果自己不是真正的希拉，就不会被大家接纳。亚瑟听完却伸手碰了碰她，认真地告诉米安娜，在他眼里米安娜就是真实的，那些人根本就是笨蛋。就在这时，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轰然绽放，米安娜瞬间被吸引，兴奋地拉着亚瑟指向天空。周围的人群纷纷发出惊呼，但巨大的声响和火光却让听觉敏锐的亚瑟感到十分不适。米安娜突然反应过来，亚瑟不仅讨厌火，而且听觉远比常人灵敏，烟花的爆炸声对他来说刺激太强了。担心亚瑟身体吃不消，米安娜主动牵起他的手，提议两人先回屋里避一避。亚瑟却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没有大碍。随后亚瑟话锋一转，坦言自己现在有一件想做的事。米安娜有些好奇地追问，亚瑟却微微勾起嘴角，轻声吐出奖励2个字。米安娜顿时反应过来，原来亚瑟还记着之前的约定。还没等他细想，亚瑟便温柔地抚上他的肩膀，低下头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米安娜瞬间愣在原地，回过神后，她有些慌乱地质问亚瑟在干什么。亚瑟却一本正经地辩解，说自己本质上是个野孩子。米安娜忍不住吐槽他从哪找来这种借口。其实亚瑟是想起了之前听过的话，亲吻额头是向珍贵之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他看着米安娜，低声重复着珍贵这个词。米安娜听得一头雾水，而亚瑟在脑子里飞速运转了半天，最后认真地把珍贵的人定义成了朋友。米安娜有些不敢置信，询问亚瑟口中的朋友是不是指自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亚瑟看着眼前的米安娜，在漫天烟花下突然认真地开口，说自己其实喜欢她。这突如其来的直白表白让米安娜瞬间愣在原地。亚瑟看着她，再次轻声强调自己真的很喜欢她。舞会结束后的深夜，一名女仆提着蜡烛来到储藏室找东西，却发现原本该放在这里的东西不见了。这时门外传来同伴的呼喊，叫她过去帮忙扶一下梯子。女仆随手把蜡烛放在桌上，便急匆匆地跑出去帮忙，却没注意到关门时的震动，直接震倒了桌上的烛台。倒下的火苗瞬间引燃了旁边的布料。储藏室里，火苗顺着织物迅速蔓延开来。而此时的房间里，米安娜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脑海中不断闪过亚瑟亲吻她额头的画面，这让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她脑海里全是亚瑟那句认真的表白，怎么也想不明白亚瑟当时为什么能一脸平静地说出那种话。其实在当时的露台上，漫天的烟花爆炸声震耳欲聋，米安娜逆着光根本没听清亚瑟后面说了什么，只能大声地追问他到底说了什么。米安娜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她仔细回想着亚瑟之前提到过朋友这个词，怀疑亚瑟是不是把对朋友的感情投射给了他。可她转念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像亚瑟这种性格的人真的会有其他朋友吗？米安娜决定下楼吃点夜宵，顺便冷静一下。她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再发生别的事了。然而黎明前夕，城堡的一角却突然燃起大火。女仆发现后急忙开门，叫醒查尔斯和帕尼斯。得知起火的帕尼斯拉着查尔斯准备逃生，女仆则动身去通知亚瑟和米安娜。查尔斯催促帕尼斯先走，自己则转身去处理火情。帕尼斯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此时城堡里已经浓烟滚滚，亚瑟焦急地跑到米安娜的房间，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赶来的女仆急忙拉住想要寻找的亚瑟，劝他米安娜可能已经安全撤离，催促他赶紧离开这里。此时大火迅速蔓延，仆人们正提着水桶拼命灭火，并派人去通知守卫支援。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烈火，亚瑟再次被恐惧笼罩，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亚瑟强压下内心的恐惧，在混乱的人群中四处张望，焦急地寻找着米安娜的下落。查尔斯也赶到了现场，焦急地大声询问米安娜在哪。然而女仆却慌张地汇报，米安娜根本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亚瑟原本以为米安娜已经逃走，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
女仆们找遍了城堡，依然一无所获。这时有人突然想起，半夜曾遇到米安娜去厨房找吃的，而起火的仓库正好就在厨房正下方。得知米安娜可能还被困在火场，亚瑟瞬间变了脸色。查尔斯想到米安娜童年的火灾阴影，如今她竟然又要经历同样的痛苦，查尔斯实在无法做事不管，大喊着要亲自冲进火场救人。帕尼斯见状，死死抱住查尔斯，拼命阻止他去冒险。两人一时间僵持不下。就在这时，女仆慌张的报告说亚瑟已经独自冲进去了。亚瑟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着熊熊燃烧的火场冲了过去。面对眼前漫天的烈火，他咬紧牙关，一心只想快点找到米安娜。火场里到处都是浓烟和烈火，亚瑟被呛得直咳嗽。面对这恐怖的火势，他心里其实也怕得要命，但他知道米安娜现在肯定更害怕。亚瑟强忍着恐惧，大声呼喊，在火海中艰难的寻找。终于，他推开了一扇门，来到了米安娜可能被困的厨房。他顶着滚滚浓烟继续搜寻，突然注意到前方倒塌的杂物下露出了熟悉的橙粉色长发，米安娜似乎被死死地压在下面。与此同时，城堡外也是一片混乱。查尔斯因为吸入太多浓烟，正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旁人见状，赶紧递上药丸，查尔斯急忙吞服下去缓解症状。吃下药后，查尔斯感觉好多了，但眼前的火势依然没有减弱，楼梯已经被大火彻底封死，仆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守卫尽快赶来。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查尔斯无比担心希拉和亚瑟的安危。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虚弱的询问声。查尔斯和帕尼斯猛地回头，发现本该被困在火场里的希拉正完好无损地站在他们身后，疑惑地看着眼前起火的城堡。查尔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女仆看到米安娜十分惊讶，连忙询问她之前是不是去了厨房。米安娜解释说自己确实去过厨房，但因为吃得太饱，就顺便去城堡外面散了散步。女仆听完顿时慌了神，急忙告诉米安娜，亚瑟为了救她已经冲进了火场，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得知真相的米安娜瞬间愣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查尔斯立刻上前确认希拉的安全，而得知真相的米安娜顾不上多想，转身就往火场跑去。她心里暗骂亚瑟是个笨蛋，明明最害怕火，却还要傻傻的冲进去，发誓等找到亚瑟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此时的火场里，浓烟与烈火交织，亚瑟看着眼前倒在火海中的身影，脑海中不断闪过痛苦的回忆，绝望的以为米安娜已经遭遇了不测。那些曾经的美好画面，如今却变成了最折磨他的利刃。他无法接受米安娜可能遇难的猜测，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瞬间将他吞噬，心跳开始剧烈加速。亚瑟咬紧牙关，试图搬开燃烧的木板，想要确认废墟下是否有米安娜的身影。就在他快要被绝望吞噬时，火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唤，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亚瑟瞬间愣在了原地。他回过神来，却看到地上有一滩红色液体，旁边还散落着类似头发的物体。他心头一紧，上前查看，用手指蘸起液体闻了闻，才发现这根本不是血，而是红酒。还没等他松一口气，身后再次传来熟悉的呼喊声，米安娜正站在不远处，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他焦急地冲上前，一把拉住愣在原地的亚瑟，催促他赶紧一起逃离火场。米安娜拉着亚瑟往外跑，突然反应过来，疑惑地问亚瑟刚才为什么会拼命去救一个拖把。话音未落，亚瑟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猛地扑了过来。亚瑟死死地将他抱在怀里，感受着他真实的存在。被紧紧抱住的米安娜有些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察觉到怀里的亚瑟正在剧烈颤抖，意识到他是在害怕眼前的熊熊大火。米安娜轻拍着亚瑟的后背，温柔安抚，为自己让他担心而感到抱歉，解释自己其实只是出来散步。眼看周围的火势越来越大，他催促亚瑟赶紧离开这里，可亚瑟只是死死抓着他的衣服，身体依旧止不住的颤抖。被紧紧抱住的米安娜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紧接着温热的眼泪顺着他的肩膀滑落。亚瑟把头埋在他的肩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在熊熊烈火中失声痛哭起来。